在德克萨斯的某个机库里，有一架从未被正式展示的飞机，它没有飞行记录，也没有实验视频，只有账面上那一行数字：50亿美元。这就是 A-12复仇者2，一架从未起飞，却烧光冷战最后一笔狂热资金的隐身机。它的诞生是海军的雄心，它的坠落是体制的崩塌。在项目的每一页档案后面，都藏着无法公开的秘密：超支、造假、技术崩溃，还有那场被称作美国军工史上最大耻辱的听证会。1991年1月，国防部长理查德·切尼在记者会上宣布 A-12项目终止，一纸命令让整个海军隐身梦当场破灭。但问题是，为什么一架还没首飞的飞机怎么会被政府亲手杀死？是谁让它从雄心变成丑闻？是技术失败，还是有人故意让它失败？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项目崩溃，它是一场被掩盖的风暴，一场隐身的战争，不在天空，而在预算、权力和谎言之间。那是一个被隐身点燃的年代，冷战进入尾声，美国的天空充满一种新的自信，隐身技术成了所有军种都想拥有的魔法。1989年，巴拿马的夜空中，一架黑色三角形战机低空掠过，几秒钟后，目标化为火海。那是 F-117夜鹰的首次实战，一场让全世界震惊的看不见的战争。空军证明了隐身的威力，而海军开始焦虑。在五角大楼内部，一场隐秘的竞争已经开始。空军有 F-117， 战略司令部有 B-2， 那海军呢？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航母舰队，却没有一架能在雷达下消失的飞机。在海军看来，这意味着落后。冷战的逻辑很简单，谁能先隐身，谁就能先出手。于是海军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，我们也要自己的隐身机。这就是 ATA 计划，先进战术攻击机的缩写。目标是让航母打击群在敌方雷达下无声突入。执行任务的核心机型就是后来那架 A-12复仇者2。这架飞机被设想为 A-6入侵者的接班人，它要隐身，要远航，要能携带2枚2000磅制导级炸弹，还得能在航母甲板上折叠、弹射、着舰。换句话说，它要在隐身与现实之间创造一个奇迹。工程师说这是不可能任务，海军上将回答，那就让它成为可能。在巨额预算的推动下， A-12项目启动了。洛克希德、通用动力、麦克唐纳、道格拉斯，整个航空工业的半壁江山都卷了进去。档案记录显示，当时的预算审批几乎没有阻力。国会相信隐身，海军相信技术，所有人都相信冷战的胜利可以用金钱来买。于是，一场注定要坍塌的梦开始了。在纸上它是未来，在现实中它只是幻觉。他们以为在造一架飞机，其实在造一场信仰。海军给出的任务书像是一份不可能完成的考题，他们要求一架飞机必须同时满足5个极端条件：隐身、远程、舰载适应、重载武器、易维护。把这5项硬指标同时放在一架飞机上，等于把物理法则当成可谈般的清单。先谈隐身，隐身要的是平滑外形、内置武器舱、复杂的锡箔材料与复合蒙皮。这些设计在陆基战机上可以接受，原因很简单，陆基跑道温和，维护方便，飞机环境受控。但把同样的设计搬到航母甲板上，就会遇到根本性矛盾。航母环境对飞机的考验是短时间高强度的机械冲击，每一次弹射，每一次阻拦，都会把巨大的冲击力集中在机腹、起落架和翼根。复合材料虽然轻，却在这些局部冲击下表现出脆弱性。为了解决这个矛盾，工程师不得不在关键节点增加金属加固件，增加连接板和支撑结构。结果是隐身机机身变重了，重量优势丢失。再看折叠与存放，航母的甲板空间宝贵，舰载机必须具备折叠能力，但非一体化的结构并不适合折叠。折叠机构增加了结构复杂性，也带来了新的应力集中点。这些机械铰链锁定装置在海上受延误和震动影响极大，可靠性本就成了问题。低速操控是另一个致命矛盾。飞翼设计缺少传统尾舵的稳定性，依赖复杂的控制面和飞控软件来维持姿态。在甲板弹射和阻拦着舰时，飞机处于低速、低空、气流扰动大的状态，这对飞控系统提出了严苛的要求。
任何一个传感器失灵，一个伺服故障，都可能导致无法安全起降。为此，设计组增加了更多冗余系统、更多伺服、更复杂的软件控制率。冗余提高了可靠性门槛，却把维护和故障点同时翻倍。武器问题同样棘手，隐身要求武器全部内置，舱门必须严密贴合，开关动作要快速且零泄漏。舰载环境下，武器挂载和更换需要在狭小甲板上快速完成。但内置单舱的复杂机械结构在海上容易被盐雾侵蚀，密封件磨损后会影响舱门闭合精度。一旦武器舱门不能严密闭合，雷达截面就会瞬间飙升，隐身优势形同虚设。发动机与进气道是技术冲突的集中点，隐身需要把进气道尽量隐蔽，缓冲涡流，而舰载发动机要求进气稳定，易于检修。复杂的隐身进气道让发动机检修周期变长，舰上维护团队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大修，每一次发动机检修都会占用大量甲板资源，影响战斗群的持续作战能力。再加上隐身涂层与锡箔材料的维护负担，这些材料对环境非常敏感，盐雾、日晒、甲板碎屑都在侵蚀表面。隐身涂层需要频繁检测、补修，维修周期长，材料成本高，维修工序还需要专门设施。航母上本就资源紧张，这样的后勤需求会迅速吞噬航母作战的效率。当这些问题堆在一起时，你就能看到一个工程学上的悖论。为了解决隐身，你增加了复杂度，增加了复杂度，你就降低了可靠性和维护性。降低可靠性，你只好再加冗余，而冗余又反过来提升重量与成本。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螺旋。在设计评审会议上，工程师不断提出警告，要么降低作战半径，要么放弃折叠翼，要么放弃某些隐身目标。海军层层上报的需求，却很少有人愿意在这些关键节点上妥协。政治与战略的压力把工程师问题打成了次要，有人把这称作把理想强压在现实之上。资金并没有解决问题，它却放大了问题。更多的预算带来更大的期望，而更大的期望又催生更复杂的设计。每一次设计修改都带来新的测试，更多的零部件，更长的交付期。项目的时间表一拖再拖，成本一笔笔被推高，风险并未因此降低，这就是不可能的任务。A12不是因为某个零件坏了而失败，而是因为在体系层面上，这些目标本质上无法在同一架飞机上完全实现。当隐身、舰载、折叠、远航与精确打击被同时要求时，工程学的平衡被彻底打破。技术不是万能的魔术，当你用必须去绑架物理定律，物理会用最残酷的方式告诉你答案。当理想遇到现实，错误首先出现在账本上。A12的项目书页堆起来是无数修改的痕迹，重量上调，燃油需求量上升，材料交期延迟，每一次调整都是一句无声的承认。原来的设计行不通，关键零部件连接暴露问题，复合蒙皮在弹射拉力下出现层间剥离，进气道在不同攻角下产生激烈分离，导致发动机喘震风险上升。内置单舱的密封结构反复在延误试验中失效，测试数据一次次被打回，报告里写着未达标，需要再设计，寿命不足。但在项目管理层的汇报幻灯片上，这些词被替换成正在改善、小幅延迟。事实与汇报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缝，供应链也并未伸出援手。关键复合材料、特殊锡箔涂层和高温耐腐蚀的交付反复延迟，承包商之间的接口管理混乱，谁负责某个节点没有清晰的界面定义，一个零件迟到，整个装配节奏被打乱，一个节点返工，测试周期被拖长数月。预算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式是追加拨款，再追加拨款。50亿这个数字在汇报里不断刷新，但飞机还是没能飞起来，钱没能买到时间，也没能买到可靠性。更麻烦的是，项目文件出现不一致，测试记录在不同版本中显示不同结论，进度报告在审阅后被修改。这些分歧不是小错误，而是政治层面的大问题。指标被软化，问题被延后披露。当数据好看的诱惑超过了对真相的尊重，项目就有了腐蚀的土壤。外界看到的是按照计划的 PPT， 内部看到的是永远追赶的工程和无法兑现的承诺。证据链开始成型，
多次关键测试失败的原始报告，供应商对交付延迟的正式申诉，内部审批文件里关于额外设计变更的大量记录，以及多份在审计中被标注为不一致的进度文件，这些线索把 A12 从工程问题拉到了审计问题，技术失败打开了通向更大真相的门。1990年底，美国国会开始关注一件异常的国防账目。一份来自审计署的报告指出，海军的 A12 项目支出严重超标，但至今没有一架能飞的飞机。这不是普通的项目延误，这是一次几乎把军工系统拉上法庭的听证。军方高层和承包商代表面对面，质疑声是50亿美元花到哪儿去了？答复是用于原型开发与隐身材料验证。质疑声是那原型机在哪儿？而答复仍在装配测试阶段。这场沉默成了整个项目的标志，没有原型，没有验证飞机，只有一堆还在改进的报告。在听证现场，参议员放出几张内部文件，那些被隐藏的词汇出现在公众面前：造假进度、伪造测试数据、预算挪用。这已经不再是工程问题，这是政治风暴。1991年1月7日，国防部长理查德·切尼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A12 项目立即终止，原因是成本失控，承包商未能履行合同义务。切尼的原话被媒体反复播放：我们不再为没有未来的项目付钱。这一句话正式宣判了 A12 的死刑。在美国军工史上，从未有一个隐身项目被这样公开处决。国会要求全面追查，海军与承包商相互指责。麦克塔纳·道格拉斯与通用动力被指控伪造报告、掩盖进度，两家公司随即对国防部提起反诉，理由是政治干预。这场官司一打就是20多年，直到2014年才正式结案。判决结果双方都有责任，但无法界定赔偿。换句话说，这场风暴没有赢家。A12 的机体被封存于德州沃斯堡基地，文件被列为保密档案，研究数据被拆分转移，一切痕迹被有序地隐身。这架从未起飞的飞机彻底消失在历史的灰色地带中。但故事没有结束，在几年后，人们发现那些 A12 留下的技术正悄悄出现在另一批新项目里。它真的死了吗？还是换了个名字，继续出现在另一张图纸上？A12 项目被终止后，海军的隐身梦看似终结，但事实上，它留下的东西比一架飞不起来的飞机更重要。那些在混乱中保存下来的技术数据，成了未来隐身时代的隐形骨骼。首先是材料 ，A12 是美国第一架全复合蒙皮的大型舰载机设计，它的锡箔材料和压层结构在试验中暴露出脆性与疲劳问题，但正是这些失败的测试，让工程师找到了改进方向。后来的 FA-18E 超级大黄蜂在制造中采用了这些修正成果，机体蒙皮更轻，抗延误性能更高，维修流程被简化，可以说是 A12 替他交了学费。第二是气动布局 ，A12 的飞翼方案虽然不适合舰载使用，但其中的边界管理与近机道隐身曲面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无人机项目。X-47B 第一架能从航母上自主起降的隐身无人机，在它的内部结构里有 A12 留下的影子。那套重新优化的折叠结构与蒙皮拼接逻辑，正是源自当年的技术档案。第三是理念 ，A12 提出的任务系统整合，让传感器、飞控、导航、投弹系统全部共享数据，在90年代被视为超前到危险，可30年后，它成为 B-21突袭者的基础构架。那些当年被指过于复杂的控制逻辑，今天成了隐身轰炸机的标准配置。从材料到结构，从理念到架构 ，A12 的失败并没有浪费，它让整个美国军工体系第一次正视隐身与可维护性的平衡问题。有工程师后来在访谈中说 ，A12 的问题不是技术落后，而是我们出现在了错误的时间里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确实失败了，但它的失败是一代隐身飞机诞生的代价。它没飞，却让后来者飞得更稳、更远。如果要给 A12 的故事一个结论，大多数人会说它死于预算，50亿美元像被吸进一个无底洞。也有人说
他死于贪婪。太多承包商，太多官僚，每个人都想从中拿走一点功劳，但真相比这些理由更复杂。A12真正的死因不是钱，也不是权，而是一个时代的幻觉。那个时代相信只要拥有隐身就能控制未来，相信科技能超越现实，相信战争可以被算法赢下。在那种信念下，工程师、将军、议员都成了信仰的信徒。没有人停下来问一句：我们真的能做到吗？ A12不是被谁杀死的，而是被一整套信念慢慢拖入深渊。那是一种被野心和恐惧混合出来的幻觉，怕落后，也怕放弃。他的失败是一种警告，告诉后来的人，技术的边界必须由理性来定义，而不是由幻想来推动。30年后，新的隐身轰炸机再次出现，它更轻、更稳、更现实。那不是奇迹，那是从废墟里爬出来的经验。A12没飞起来，但它的故事还在提醒人们，所谓的隐身从来不是只让敌人看不见，更多时候是让自己看清楚。